很多朋友在投资股票的时候，最常看的就是这家公司未来会不会成长。但是你所谓的成长，到底是指营收的成长，还是获利的成长，又还是现金流的成长？今天我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Thinking Alpha 这个网站，在看一家公司成长性的时候，是看哪一些量化指标。他们也会根据这家公司的成长性指标，分别和同行中位数和自己这家公司5年的平均比较，并给予量化的评级，分别从 A 加到 F。这部影片的内容非常丰富，我觉得大家看完应该有能力去分辨一家公司的到底有没有成长性。大家先按下订阅、按赞、收藏起来，以后在看财报的时候，也可以搭配这部影片一起来看。Hello， 各位，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是阿伟。现在拍摄时间是4月11号周六的晚上11点。首先，一家公司要赚钱，第一步就是要有营收 （revenue）。但营收的成长有时候是真成长，但有时候只是比较的基期不同，或是一次性的大单。所以我们要用2个指标，把过去跟未来分开来看。第一个要看就是营收年增率，就是 Revenue Year Over Year Growth Rate， 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YOY。它是把过去12个月的营收和在前12个月的营收来做比较。对于美国公司，通常是每季更新一次，这是最基础也是最直观的指标，告诉我们公司过去1年的业绩有没有进步。举个例子，如果一家云端订阅公司去年的营收是10亿，今年是12亿，那 YOY 就是 20%。这个要看的就是营收预估的成长率。Revenue Forward Growth Rate， 这是综合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测，看去年、今年到未来2个财年这4个年份的复合成长率，也就是 CAGR。但这也要注意，未来的2个财年是分析师预测出来的，未来都还是有可能有什么有上修、下修的可能性。所以这个指标只是现在这个时间点计算出来的结果。所以你可以用一句话记住 ：YOY 看的是成绩单，但 Forward 看的是分析师给的预期。有了营收之后，我们还要看公司是不是真的有把钱给留下来。很多公司营收的成长，但其实只是用钱砸出来的，行销费用、补贴、折扣全部下去，营收会上来，可是获利也有可能会变差。这时候我们就要看2个指标，分别就是 EBITDA 跟 EBIT。EBITDA 我在上一集获利能力指标那一集有讲过，它的中文叫做税前、息前、折旧摊销前的获利。简单来说，它就是排除税金、利息还有机台设备折旧的那些影响，它最能反映一家公司本业的赚钱能力。对于刚刚讲那些设备折旧很高，那些什么科技业或者制造业，看 EBITDA 就会比较接近他们真实的营运状况。我这边举一个例子，你开一间店 ，EBITDA 就很像是这家店每天能不能赚到钱。先不要管那些房贷利息，也不要管那些装潢要折旧那些钱，就是这家公司到底能不能赚到钱。好，那接下来讲 EBIT 就是税前、息前获利。那相较 EBITDA 就是把折旧跟摊销费用给扣掉了，这让投资者更清楚地看到这家公司在扣除设备的损耗之后，营运利润的状况。所以 EBITDA 的成长其实更接近这家公司的营运体质。那 EBIT 的成长其实更接近扣掉设备损耗之后这家公司的营运成果。所以这2个东西成长其实可以代表什么？代表这家公司的本业的赚钱能力增加，营运效率更好。好，那接下来这个部分来讲股东最关心的 EPS 每股盈余，因为股价长期最终还是会跟什么每一股能分到多少获利有关，但 EPS 又是最容易被误解的指标之一，同样叫做 EPS 的成长。有些可能是获利真的成长，但有些可能是公司买回库藏股，股数变少，那 EPS 变高，所以有分这2种的状况。那 Thinking Alpha 这边它同时有考量稀释的 EPS。那先解释什么是稀释。要是这家公司有发行了可转换公司债，或是认股权证，然后这2个商品最后都转换成了股票，那股本会膨胀，所以用稀释的 EPS 来预估。稀释就相当于已经把之后可能会转成股票的这些可转债或认股权证给考虑进去，所以用这个来衡量，相较于是最保守也是最安全的一个做法。对，那除了考量就是稀释的 EPS， 同时 Thinking Alpha 它没有考量这个 GAAP 的 EPS。GAAP 就是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有时候公司会发布一些 non-GAAP 的。那 non-GAAP 是什么？就是非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的 EPS， 但会把一些一次性的损失给剔除，让财报的数字好看一点。但投资上你要知道，就是 non-GAAP 可以用来理解营运，但是 GAAP 就是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呢，这个才是可以比较的。那最后这个 EPS 长期预估的成长率
LGT 就是 Long Term Growth， 就是分析师通常会预估未来3到5年的 EPS 的年复合成长率，可以把这个 LGT 理解成就是市场对这家公司长期故事的定价。如果 LGT 高于这个产业平均，通常市场会愿意给这家公司更高这个本益比。反过来说，如果一家公司的 LGT 开始下修，那估值通常会先被砍一波。那这边加码提醒 ，EPS 成长到底好不好，主要看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公司的成长到底都来自本业的获利提升，还是一次性的这个收益？那第二个就是 EPS 的成长是来自于获利变多，还是股数变少？我觉得懂这2个问题，就更容易去判断这个 EPS 成长的品质了。江南银行又来了，还不是江南银行的客户。第2季，你只要开户累积消费满5000，或是不限金额刷5笔，就直接送你一个行李箱。我报你好康，也不要忘记用我的专属推荐码8CGZSH。开户完也不要忘了去解带你一起富起来的活动。新手开户礼200现金，理财测验礼100现金，会员加码礼100现金。想要了解江南银行第2季完整权益的，赶快去找这部影片来看。在投资界有一句话，就是 Cash is king， 现金为王。财报上面的获利数字可能都是账面数字，但账户里没有进账，这个才是真的。很多新手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公司的 EPS 明明是成长，为什么股价就是不动？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个现金流跟不上。所以 Thinking Alpha 它的成长性也有考量现金流的状况，分别是考量4个指标，就是杠杆自由现金流的年增率，还有每股自由现金流预估的成长率，还有营运现金流的成长率，分别看 YoY 还有 FWD。OK， 那杠杆自由现金流，我上一集那个获利能力应该有讲过，它指的是什么？公司付完所有该付的钱，买完那些设备之后，真正可以自由运用那些现金。那杠杆 lever 的是什么意思？这笔钱已经空掉了公司需要付的那些利息还有那些税，所以它是实实在在可以放在股东股利或是买回库藏股的那一些钱。如果你的投资是比较偏向稳健型的呢，你应该会很喜欢看这个指标，因为它很直观的反映就是公司有多少多出来的现金，所以这个指标的成长代表公司的钱是有慢慢在变高的。那每股自由现金流预估的成长率，它主要看的就是未来2年每一股能分到的自由现金流的成长状况。很多成熟的公司虽然它的营收已经成长不快了，但是 FCF per share 就是每股自由现金流预估成长率有稳健的成长，其实股价还是一样可以慢慢垫高的。那 Thinking Alpha 它同时也有考量营运现金流的成长率，分别有考量这个 YoY 跟 FWD 的这2个状况。那现金流量表那一集应该有讲过，它主要在看本业最后的营运活动，所以这2个指标要是有在成长，代表这家公司的营业活动真的是有把钱收回来的。虽然一家公司的 EPS 成长很快，但营运现金流却在衰退，那真的要很小心。这可能都只是账上数字的好看，那钱根本是没有收回来的。那 Thinking Alpha 同时它有考量到报酬率、营运资金还有资本支出这3个指标成长性的状况。那 ROE 的成长就是股东权益报酬率的成长，代表什么？代表公司赚钱的效率有没有提升？很多时候 ROE 的改善或者 ROE 的成长会带动市场对这家公司的护城河的想象。那至于营运资金的年增率，营运资金是什么？流动资产去减掉流动负债，它主要是在确保这家公司短期的资金会不会有周转不灵的状况。所以你要是看到这个 working capital， 就是营运资金年增率稳定的在成长，那代表这家公司比较不会遇到资金周转不灵的状况。那如果有发现成长率有下降，或是有一些波动很大的状况，也要去确定这家公司会不会是有什么存货暴增，或是应收账款拉高，或是供应链出了什么问题。那至于这个资本支出的年增率，资本支出就是公司用来买土地、盖厂房、盖设备那些钱。那如果这个资本支出有在成长的话，代表这家公司干嘛？是有在投资未来的。但同时这个 Capex 就是增加，同时要去检查未来的营收到底有没有增加。要是扩厂，但是未来营收却没有增加，或者那些资产的效率都变低，那这个 Capex 成长率可能就有点问题。OK， 那最后每股股息预估的成长率，还有1年期股息的成长率，对于那些喜欢存股或是领息的那些朋友，这2个指标非常重要了。而且一家公司通常赚钱，它的配息也会怎样，也会越变越多。股息成长率高的公司，通常也都代表它的现金流是非常稳定的。因为你没有钱，现金流不稳定，你根本是很难稳定的配息给股东，也是很难越配越多的。好了，今天我一口气跟各位介绍这个 Thinking Alpha 这个量化网站的20个用来评估这个企业成长性的指标，从营收、获利、EPS 到现金流到股息，也是帮大家梳理完毕。所以我用3句话来收尾：营收成长，要看市场有没有变大，公司有没有拿到更多的份额。那第2个获利跟 EPS 的成长，主要看这个公司有没有越来越有效率，
或是它的成长是不是有品质。第三个就是现金流的成长，主要看这个公司到底有没有把获利真正变成这个真金白银放到公司的口袋里面。所以大家其实不用去死背这些名词，最重要是什么？就是你要理解它背后的这个逻辑。一家好的公司不只要营收成长，还要能把钱留下来变成什么 EBITDA 还有 EPS， 最后还要能换成实在的自由现金流。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下面点赞订阅这个频道，把这个频道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那如果你想要跟我互动，在每周三跟每周日的晚上8点45分，我都会在我的频道开启直播，你也可以用那个时间来问问题，或者在这个影片下面留言。好了，那这一集就讲这么多，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我们下一集见。